好的，大家早上安，早上好，这里是小水。那么呢，欢迎来到我们的手头巴斯 World Beyond 的卡片介绍环节。那今天呢，会带大家看过一次目前已经公开过的这个卡片资讯，然后稍微给大家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卡片的强度。那在开始之前，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余力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支持小水哦。那我们先从精灵开始看，首先是这个302金卡杀戮破魔虫，入场曲是这张卡片加杀加零，这个 X 是自己的连击数，那击持。那简单的说呢，这算是一个走一个连击妖路线的套牌类型，那大概就是在比较后续面。大概就是在比较后面的费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可能去打一些连击回 PP，然后把其他卡片回手，最后就是在剩下3费的时候拍破魔虫，然后一次累积高额伤害，然后看有没有能力进化，然后我们再去做一次收头的动作。那这一次大家看卡片都会发现，它进化前、进化后的体质就是都是写一样的，那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分为。就是一般的进化跟超进化，那所有卡片都可以进行进化跟超进化。那差别在于进化是体质+2+2，然后超进化是体质+3+3。那另外呢，超进化还会有本身的一个基本能力，就是可以就是打我们主战者头一点。那这点就是要记得算入计算。再来是自然界的妖精公主阿丽亚，那她是644红卡入场曲实际获得文章自然界的妖精公主阿丽亚。那之前讲过，文章就是类似主战者效果的东西。那有些是暂时性的，有些是永久性的。那像阿丽亚这个文章就是永久性的。那当阿丽亚在超进化时，会召唤3张妖精到自己的战场上。她的文章是可以让自己的妖精从者进入战场获得疾驰。对，简单的说就是他可以去做一个铺场直接干头的动作，算是非常厉害。那目前精灵公布的就这2张，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皇家。皇家的部分，212银卡勇猛的卢米纳斯枪士，那这张卡就是跟以前一样，只是换了个图。入场曲召唤一张骑士到自己的战场上，当自己的士兵从这卡进入战场时，使其获得途径。那功能其实跟旧版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小骑士换了个卡面，外加本来他是一个1费从者，他变成了0费从者。对，那我们来看下一张444的黄金卡。王断天公司塔奇莱，他进化时会召唤2张骑士到自己的战场上，使自己战场上的全部其他从者卡+1+1。那以最开始的版本来讲，这张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张卡，只是会希望不要太早上手。那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拿很多 token 的概念。那再来是866金卡黄刃勇者阿玛利亚，那他的入场曲是召唤4张铁甲骑士到自己的战场上，当其他从者进入战场时，会使其+1+0获得途径守护。那算是一张就是后期很好解牌的卡，对，它会对后期啊，你想要去解一些大场啊，会比较方便。但因为它的体质还是偏大，所以之后会不会入构筑，还是会先观望一下，免得有卡手的问题。那接着呢是535的传说卡雷维翁迅雷阿尔贝尔，那还是跟以前一样，爆能强化9。从以前其实阿尔贝尔就是官方一直很喜欢复刻，然后再换一个新卡图的一张卡片，对，只是每一次爆能强化9的效果都不太一样。那它这一版的爆能强化9是给予敌方战场上全部从者3点伤害，使这张卡片获得1回合可以进行2次攻击。那假设说你今天爆能强化9，然后呢你又进行了超进化，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单回合打12点再加1，是3点爆发。对，那原则上应该是会放满。目前不是很确定说官方会
出2张传说，还是到3张传说？因为毕竟第一季看起来是没有 DLC 的。对，那如果是2张的情况下，阿尔贝尔应该是会放满。那看一下下一张644的传说卡，白银骑士团长艾米莉亚驻场曲从自己的牌堆中抽取2张皇家护卫，从这回复自己的 PP 3点。那等于说你6费拍下去可以赚3费。超进化时可以使战场上全部的其他皇家护卫从这获得障壁。那他超进化时就等于说，哦，他今天6费拍下去嘛，那你还有3费拍其他的东西跟他组合。那他如果此时超进化获得障壁，障壁就是我们之前遇过的，可以拿到一次交战时攻击，受到伤害等于0的效果。那被揍1次之后就会消失，就是我们目前1代金卡丁当天使的那个东西。对，那我觉得这功能其实算是非常强，可以蛮有效的去回避掉一些伤害，然后可以比较好的去站稳那个体质跟战场这部分。再来是巫师733红卡5行巅峰9院入场曲是召唤1张弑神天后、1张弑神暴鬼跟1张弑神小纸人到自己的战场上。那爆能强化时会破坏自己战场上的全部弑神，再召唤1个弑神贵人到战场上。超进化时呢，会指定自己战场上的弑神从这卡使其获得疾驰。基本上你超进化时，如果是爆能强化时拍的状况，那你基本上就是让贵人变疾驰。那目前各个卡片跟之前的效果就是比较没有太多不一样，就是有些有微调一些效果，像就是给可能途径啊之类的。那这些弑神卡片呢，它的谢幕曲全部都可以让你的手中卡片发动魔力增幅。那巫师的套牌很多都是围绕着魔力增幅进行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可以帮你快速做作业。所以如果你有要玩9院巫的话，理论上是一定是放满，然后也会放一些相关的，也可以弄魔力增幅的东西。再来是这张我觉得蛮厉害的卡飞跃次元，魔力增幅时使这张卡片的消费减1，就是刚刚说做作业它就可能可以减少费用，那就会对你的战斗会比较有利。这样使自己的手牌中全部的卡片返回牌堆中，由自己的牌堆中抽5张卡片，使自己的手牌中全部卡片发动5次魔力增幅，然后再让自己的 PP 回复至上限。那简单的说呢，飞跃次元这张卡在后期会有非常大的奇效，所以其实就是在刚刚就是有跟一些朋友讨论过，那他们就是建议说可以考虑直接混撒旦，可以打出非常神奇的套路。对，那详细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不知道的我们之后可以介绍。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龙族。龙族这一次的卡片还算公开蛮多的。422铜卡新手猎龙人，入场去指定1张敌方战场上的从者卡，将其破坏。那我觉得有破坏这个功能的卡片，如果费用又不会到太高的话，其实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因为后期其实会有很多很难搞的卡片。再是御龙少女211铜卡入场曲召唤1张赤炎幼龙到自己的战场上，那进化时会发动跟入场曲相同的能力，也就是它进化时会叫2张。那赤炎幼龙是11体质的铜卡，它的效果叫做威慑。威慑就是说呢，就是你没办法跟它进行交战，它可以打你，你不能打它，就是这样。对，所以就是算是波场强血的一张卡片。再来是6费的铜卡灾祸的突袭，给予战场上全部从者5点伤害。这张卡我觉得有点偏微妙，就算说5点伤害其实还不错，对。但是6费的话会觉得有点蛮卡手，对。所以通常这种高费用的卡片不太会加入构筑。再是这个荣玄的奏乐3费银卡。由自己的牌堆抽2张卡片，如果决心已发动，会回自己的主战者2点生命值。它可以抽2张，然后又可以回血。因为觉醒基本上对龙来讲是件蛮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张卡应该是必定放满。
再来是19时的金卡再临之创世龙一个即时白板，就是你跳飞觉醒，后期拍下去收头，理想是这样，但你会不会放？感觉可以看完全部的卡再做决定，因为我觉得这种高费卡如果没有一些击奏能力，就有点卡手。再是433金卡龙玄天宫流符入场曲，如果决心已发动，会使这张卡片进化免费直接一个进化。然后当这张卡片进化时，自己的 PP 最大值加1，也就是就可以帮你跳费。那这张原则上应该是会全部放满的。也有听说我们的跳费卡从2费法术变成3费法术了，算是有一定程度的去nerf我们的龙族。所以那这个套牌里面的任何可以加 PP 的卡，你基本上都不能放过。那剩下就是去筛选，好的就放构筑不好的就放着这样子。再来是999金卡，薄暮暗龙入场曲时，敌方全部卡片从者减0减9。那像刚刚讲说，有些无法指定啊，甚至可能你会遇到有些卡片无法破坏啊，那这种入场曲就还不错，你就可以直接解掉。超进化时就可以再抽3张，你会为了这张卡片抽3张吗？感觉不确定的，但我个人觉得不会，这可以之后再看看。再来是我们的652传说卡，霸道龙伊法路特，它就是有一个疾驰跟这个威慑。那刚刚有讲过威慑的功能，就是让你没办法打它，然后它又有疾驰。那如果呢，你今天就是超进化的话，就等于说你可以有一个8点的伤害，再加1点打头，共9点，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后期斩杀卡。再来是855红卡龙人演绎卧龙入场曲召唤一个霸业之金龙跟一张霸业之银龙到自己的战场上，超进化时会使战场上全部的金龙获得疾驰，全部的银龙获得障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金龙是守护，然后银龙是途径。简单说，进化之后，金龙就会变成守护加疾驰，是一个4/5的4费的疾驰。那如果是银龙的话呢，就会获得一个途径加上一个盾。对，那本身他们的体质来讲，其实就是算是一个蛮好，可以去同时做到结场。那对方没有场的话，我们又可以直接稳稳的站在场上，就是让对方蛮头痛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就单纯去论他的能力来讲，其实是蛮不错的。那刚有讲呢，我们以这个状况来看，法洛特如果打完，他可能还剩一点点血，你可能就是后面啊，扛1回合，然后8费直接接卧龙之类的，就是跳费加个卧龙之类的。那其实感觉是好像不行，好像不能跳费再卧龙。好，没关系，总之就是帕洛特打完，剩一点点血，等你8费的时候啊，丢卧龙下来，可能收头之类的，那感觉应该是还不错的。感觉就至少这2张就是都是比较偏斩杀牌，然后又同时具斩杀，同时具铺场，同时具那个战场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还不错，这2张红卡都不错。再来看一下夜魔，夜魔就是我们曾经的死灵法师跟吸血鬼的合体。虽然不知道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总之就是这样了呢。我觉得这2个体系，这2个职业嘛，本身就是有很多干牌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它合在一起是让我觉得有时候非常难搞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312的铜卡一股少女羡慕曲召唤2张骷髅士兵到自己的战场上。那简单的说，它这个东西就是给你堆木的。就是你要一直解，然后你就把它堆木啊，堆木堆到了就死灵树，死灵树就可以做一些酷酷的事情这样。然后再来杂技亡魂入场曲发动王者召唤4，对，简单说，他进来就可以让你一个已经死掉过的4费重新回到战场上。那目前4费公开的是这2张金卡，所以我们就是先直接看。蓝蔷薇千金赛雷斯414的金卡必杀，自己回合结束时回自己主战者2点生命。如果这张卡片已经超进化，由原本的回复2点变回复4点，使这张卡片获得障比。简单说，必杀本身就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就你今天有必杀，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收掉对方的一只很强的怪。
就算它再肥再大都一样，因为必杀。然后再来呢，回合结束就可以回2点血，这点真的超强。然后超进化的话呢，就可以改成回4点，所以你真的有可能会为了说啊，我今天要攻击嘛，还是说要奶血嘛，就对它实行超进化这样。然后再来是诱惑的杖臂，杖臂就我刚说叮咚的魔免盾，对，直接拿一个魔免盾，所以等于说你还是可以保有1色体质。那等一下下一回合我们的对手还是得想办法换你，我觉得是蛮强的一张牌。再是明帝天宫木坎433的金卡，入场时死灵数8会直接使这张卡片进化，可以免费进化的卡就是好卡。当自己的死者从者卡进入战场时，会使其获得必杀。那不管你的王者召唤是叫谁回来，其实都蛮强的，因为你后续的从者都可以拿必杀的话，那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了。然后这张卡片呢，进化的同时还会再招一张怨灵。那怨灵本身就是一个拿来干头的东西，你不太会拿它去交换对方，因为它会消失，它也不能对目，就是一个拿来干头的。对，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下一张。一费通卡死神灰莲，指定一张战场上的从者跟敌方战场上的从者将其破坏。这应该是我目前看过以公开卡片情报里面最干的一张牌了。对，因为基本上死灵要这个版本我这样看下来，你要没有人可以战场，其实蛮难的，所以你一定有办法点到你自己。然后如果敌方战场上刚好给你站一个什么很麻烦的疾驰啊，对，只要他没有那个光稳，只要他没有说就是不能指定他，你全部都能把他点死。对，然后他还只要1费，这张卡基本上必定放满。再来是干练死神米诺221的银卡，爆能强化4会使他获得途径跟必杀，先默取的时候一样增加骷髅士兵到手牌。对，那你就可以拿骷髅士兵拍下场，一样让对方去解他。那就算对方不解，你可以自己点死，非常的爽。而现在这些小 token 大部分都只剩0费或有部分就是有改成0费，所以对自己来讲，其实完全不会有卡手的问题，我觉得挺棒的。再来是858的银卡穿刺弓弗拉德，入场取指定一张敌方战场上的从者卡，给予其5点伤害，回复自己的主战者5点生命值。我是觉得这个8费有一点太肥了，对，那就是你打他这个版本其实蛮多扫场卡的，那你选择这个打1张吧，你不如就是去你搞个必杀还是搞个满版 AOE 可能都比较香。对，所以这张我个人不会给太高评价。对，然后再来是明帝的陵园3费的，算是护符。入场取自己的牧场加2策动，破坏这张卡片就可以召唤2张怨灵到自己的战场上。算是一个就是丢下去打个快攻的这种感觉，看起来会比较可能偏快攻体系一点点。对，但因为它有加牧场，所以我觉得应该原则上还是有机会用得到。详细还是等其他牌出来，但本身能力是我觉得是不差的。再来是圣然的魔剑欧特鲁斯222金卡，入场取自己的牧场加2，这种拍下去追牧场加2的牌就是个好牌。然后守护进化时死灵术士发动2次，随机给予一个敌方战场上的从者2点伤害。那因为它基本上入场还会进化的回合，打2点伤害就可以解掉蛮多东西的。就至少有机会双解啦，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它又有守护，那守护的话，它进化体质如果以4去算的话，原则上还是有机会活下来，但对死灵来讲根本没差，因为它就算死了还可以做作业。我觉得这张是张蛮可以放满的牌，对，不管你走什么体系。再是866红卡奔放的预言凯尔贝洛斯，一样是官方亲女儿之一。入场取召唤一个守护城的夜晚咪咪跟一个守护城的昨晚可可到战场上，此灵数6是全部的其他从者卡加2加0。那就之前有稍微提过，这张卡就是如果你在8费之前有很多其他的从者有办法乖乖待在场上的话，那你这时候凯尔贝洛斯丢下去，
你就可以让他们体质增加，就有机会收头。那即使没有办法收头呢，你也可以拿到一张比较肥的米米跟可可。对，那米米跟可可就是它可以突进谢幕曲给主战者2点伤害，那它死掉的时候就可以打头2点，然后一个是帮你回生命值，这个功能跟以前一样。那如果我们丢下来之后呢，发完死灵数6，那你米米可可撞死，然后超进化时会发2次王者召唤1，那王者召唤1基本上就是再叫2次米米可可，对，所以就是抽签时间再找2只米米，再撞死就咚咚咚6点伤害，感觉还是蛮可观的。那这是凯尔贝洛斯，这也是737的红卡列毒公主美杜莎，途径1回合可以进行3次攻击。攻击时如果对从者卡进行攻击，就会破坏交战对象。对，那这种时候通常就是你最好前面就丢个障壁嘛，啊，障壁没死，最好是保着障壁，然后那个美杜莎丢下去，有没有？除非对方可以指定破坏，不然美杜莎就可以保着，然后下一回合咚咚咚。那它可以攻击3次，因为可以直接破坏，所以等于说它一张单卡就可以直接解完所有的场。啊，有幸活下来，下回合就直接干头这样。我觉得是张蛮不错的卡。对，但如果你这2张同时放，牌组会不会卡手，我就不是很肯定。总之我会建议说，哦，红卡可以都放，但是呢，就像这张，我可能就会建议你不要放。有些太肥的，然后可能功能没有那么好的，我可能就会觉得啊，不要放。然后再来是主教，凭借教会倒数3谢幕曲，从自己的牌组中抽取2张卡片。那这个因为可以抽卡，感觉还不错。消费1个策动可以倒数回合1，策动我不是很确定它是把哪个能力拿来当，就是拿来叫做策动。对，因为蛮多以前1代有的能力都在2代有了一个专属名称，这个就是好不确定的事情就不要说。再来是876金卡崇高的天使勒比斯，谢幕曲使自己获得文章崇高的天使勒比斯。那前面有讲，文章就是一个放在主战者的主战者能力，那最多可以持有5个。那文章是倒数2谢幕曲，召唤一张崇高的炽天使勒比斯到战场上，使其获得疾驰。那就是倒数2回合，2回合结束啊，文章会消失，然后叫一个勒比斯上来，然后他就拿到疾驰。好，简单讲就是这样。那获得疾驰之后，简单来说就是10费拿到一个超进，如果你还有超进化，就超进化会变成一个19体质，可以直接干头，然后额外主战杂一点的卡片。再来是纯白圣女贞德，866红卡入场曲给予敌方战场上全部的从者卡6点伤害，使自己的战场上全部其他从者卡+2+4。那这张卡片的话，基本上拍下场就可以直接解满版，然后你的战场上其他从者又可以+2+4，本身自带守护，我觉得他的能力算是蛮强的，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再来是水之守护神沙雷叶，入场曲533红卡，入场曲会回复自己的主战者3点生命，拍下去就有功能的基本上都不错，而且它还算小，5费就可以拍了守护。进化时给予敌方战场上全部从者3点伤害，对，所以就是说这版本蛮多 AOE 的，虽然皇家好像没有，希望正式上架前会有。好，再来看一下复仇者。322铜卡基友暗杀者入场曲，将一张给良心悬丝人偶到自己的手牌中。那基本上有稍微看过，基本上会比较偏向人偶中多一点。当这个人偶从者进入战场，还可以再拿到必杀。你这张算蛮强的，你可以囤人偶，然后只要这张在场上你丢下去的人偶全都可以拿必杀，超屌。然后外加人偶基本上都有途径，就是各种拿必杀。
在人偶替身术可以召唤2个改良型玄斯人偶到自己的战场上。那就是因为它是直接召到场上的，所以这比较偏向拿来结场的卡。就你今天3费，然后抽到人偶，那对方可能已经有铺场了，你就可以拿来结场。再来是创造物的蓄能，增加一张未来之盒跟过往之盒到自己的手牌中。未来之盒是融合创造物护符卡，跟它融合时可以变成进攻的创造物。然后过往之盒融合时会变堡垒的创造物。简单的说就是创造物蓄能拍下来，那它就会给你这2张，那这2张盒它就会变进攻或堡垒。那进攻的创造物呢，你再跟它融合特定的数量，就会变成特定的样子。那你融1张变破面创造物阿法，融2张变贝塔，融3张变伽马，然后有个途径，但基本上你不会丢下去。然后再来呢，直接看一下那个破面的创造物阿法，那就是一样，融合2种会变那个 Delta。如果呢你这样就把它拍下去，它会回3D。贝塔的效果呢是回合结束给对方主战者3点伤害，一样就是可能你差一点点，然后想收头，那你就可以拍这小子的。然后伽马是自己回合结束给敌方战场的全部从者卡3点伤害呢，就是可能对方已经快干死你了，已经铺场铺很不舒服了，你就可以丢下去，然后直接打给 AOE 这样子。那如果呢，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抢攻压力，可能对方卡手卡到不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金卡全部回合，你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帅气的钢弹，叫做卓绝的创造物丢塔。那丢塔的话，它10费可以拍下去，入场时可以给敌方战场全部从者5点伤害，恢复自己的主战点5点生命，主战者5点生命。然后即时守护加光纹，光纹就是说你今天没办法指定它，算是一个蛮厉害的钢弹，只是我觉得组出来的过程会有一点点辛苦。天庭号，那这里有个官方给的小图，它会告诉你说这东西呢是怎么组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护符互相吃，互相吃就会先拿到进攻的创造物或堡垒的创造物。对，那这边呢，你就可以再拿去合计消费3张，你可以合的是这些东西，那合一合就会变成金卡。金卡任意2只，任意2个金卡合起来就会变酷酷的钢弹。对，那我觉得呢，这就是看你什么费用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会把它拍下去，就我觉得它比较偏向外挂型的存在，应该除非说后面创造物的东西真的给很多，可以直接是一个套牌，不然我觉得不太会说，就是把它当一个主要的斩杀手段，应该是不太会。好，那再来呢是挚爱的操偶石，入场时增加1张玄斯人偶到自己的手牌呢。进化时会发动跟入场曲相同的能力，那因为它是到自己的手牌，所以这样算是还蛮不错。就等于说你可以多拿几张人偶，然后费用又很低。再是沙溢的丝线诺亚，656的银卡，入场曲增加3张玄斯人偶到自己的手牌，然后全部的人偶手牌就+1+0。这张算是在养人偶的那种感觉，就前面那一张嘛，先拿到手上，然后呢后面你6费的时候拍这张，你就再+1+0之类的。来改进的重启5费银卡，指定2张自己手牌消费5以下的创造物从折卡，将其复制1张召唤到自己的战场上时，其获得敌方回合结束时破坏这张卡片。感觉比较像是拿来当结场卡。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创造物就只有那张法术卡，所以实际上应该是会看之后它卡片怎么出。656打6，开效果全场送。再是癫狂创造者利亚姆，它是1088的金卡，
入场时召唤3张改良型的玄师人偶到自己的战场上，进化时会使战场上所有人偶获得守护 and 谢幕曲，给予敌方的主战者0点伤害。那我觉得这张就算是我觉得蛮强的一张。就首先呢，就是丢下去，然后因为你现在人偶不能击齿嘛，那你可以直接进化送头啊，打2点，咚咚咚。然后他刚刚说就是召唤3张，加这个4张，那战场上最多5张，就你前面扣的那个零费人偶随便拿1张，然后丢下去送死。那如果没得送死，你就用另外1张。这时候就是要来看我们的红卡。迈步之星奥蒂斯855体质，入场时召唤1张洛伊德到自己的战场上。只能说这对真是让我又爱又恨。爱的是他很香，恨的是他很烦。当自己的人偶从者进入战场时，将其获得击齿击必杀。对，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囤一堆人偶啊，刚刚在手上养大的都可以丢下去，然后直接干头之类的。超进化时召唤2张改良型玄师人偶到自己的战场上，也让你超进化时就有2张33的改良型，然后他们又可以拿到击齿跟必杀，所以扣掉他们2只，你还可以再放3只，打的伤害还是蛮痛的。然后洛伊德又有守护，然后还规定敌方能力只能指定这张卡片。就是我今天真的想要揍你，就是没办法先解隔壁的奥西斯，你就只能先解洛伊德。不管怎样，原则上你就是得想办法先解他。对，这时候就需要拿美杜莎来帮帮。最后是我们的崭新的少女欧斯333的红卡，入场时有自己的牌堆抽1张卡片，对，丢下去就可以抽卡，感觉还蛮不错的。进化时可以获得文章，文章一样是就是放在主战者的效果。倒数3，自己的回合结束，手牌的卡片张数5以下就可以抽1张，6项会回生命，原则上会必定放满，因为它的一个加速牌组运转的能力蛮强的，就你看拍下去可以拿1张，然后呢连续3回合，你只要张数拍到剩5，就再帮你拿1，6以上还帮你奶血。对，这叫啥？进可攻，退可守，好像不能这样讲，因为他没有攻，但辅助方面是很强的一张。对，总之欧斯不管什么体系，我猜都会放满。不送死，其实回合结束也会自动爆，然后再继续打2，非常有道理。然后中立，最后来看一下中立，不知道官方到底有没有要出中立套牌的意思，希望有中立主战者。好，首先是我们的3费银卡，那个炽天使的福音，有自己的牌堆抽2张卡，那3费抽2，我觉得还算是个蛮不错的绿牌，所以如果你的职业缺绿牌，可以考虑放。然后222金卡，勒朗天宫菲尔特亚，进化时指定1张敌方的从者卡，将其破坏，算是一个蛮早期。如果你遇到，例如说像龙跳很快啊，对方就是赛狗天虎啊，你可能就可以拿这张去稍微去做个反制。对，再是神之雷霆，随机破坏敌方战场上攻击力最高的从者卡，然后给予敌方战场上全部从者卡1点伤害。我觉得能力不差，但有点微妙，因为4费感觉会比较想拍从者上去，4费进化解禁了嘛，然后破坏攻击力最高，全场 LE， 因为这单其实蛮多 LE 的卡片，只是前期有没有可以解的卡，就要看职业，因为有些像夜魔就蛮不错，前期就可以拿一堆必杀。然后人偶复仇者那边也不错，就有一堆傀儡。但其他职业前期的那个打整场的伤害就比较惨一点。但你4费又是一个蛮容易卡手的费用，所以就我觉得能力不差，但费用有点微妙。然后再来是744红卡义勇的多天使奥利维，入场时由自己的牌堆抽取2张卡片，回复自己的入场。不是，回复自己的主战者2点生命值，回复自己的 PP 2点。那7费丢下去直接抽2，你就不缺手牌，然后还可以拿血，再回 PP 2点，等于说你7费丢下去还有2点 PP，
2点 PP 可能可以放一些，就是像刚刚讲说那种，例如说你放在夜魔啊，你就可以直接拍那张一废干牌破坏之类的，就可以做一点事情。然后超进化时还可以指定一张进化前的从者时期超进化，所以如果你真的已经只剩最后一颗进化点了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买1送1的概念。然后买1送1，奥利维自己还可以去装双节。然后你如果超进化的人又蛮厉害的，可能像刚刚那种有没有奥奇斯那种有没有？你可能就可以，奥奇斯应该可能会有点卡。就举例来讲，就是如果你的角色超进化很强，那它会蛮有用的。只是说剩下就是会被卡手的问题了。然后再来是终末之罪撒旦，这张卡是实红卡，入场只会以启示录牌组取代自己牌堆中的卡片。那启示录牌组跟1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就沉默的魔将，然后这个撒旦的从魔，撒旦的从魔有改费用，然后边域的恶鬼，这个是指定2个从者给敌方主战6点伤害，然后跟雅斯塔洛宣判就是直接生命值最大值转变为1。那目前呢讨论过，觉得最适合启示录牌组的大概你也只能跟巫师混，想办法就是拍下撒旦，然后拿回10点 PP，然后开始搞事。对，那跟其他的职业基本上感觉是完全不搭，但我觉得我在战场上看到撒旦会觉得蛮干的。那目前这样子看下来，因为几乎每个职业都有把他们的2张红卡给公开了。对，那目前这样看下来，其实除了精灵不确定第2张红卡是谁，就官方还没放，我们就当做先没有。那我目前这样看下来，觉得夜魔跟复仇者应该会蛮强的，对，其他不确定，因为其他的职业我觉得都缺了一点点东西，就以完整度来讲，可能是刚好他们公开的卡片也比较多。那目前卡片就先讲到这边，那剩下的就是等前一天官方释出所有的卡片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可以做什么事情吧。大家摆布。